今天我们要聊一件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把钱存进银行还会出事。你以为银行户头里的存款就高枕无忧了吗？现在偏偏有一种最新的骗局，专门盯上了我们银行账户里的血汗钱。这个骗局最近在网络上疯传，10个遇到的人当中，居然有9个都栽了跟头，许多长辈更是一不小心就中招。许多网友在社群平台上转发这类受骗经历和防诈提醒，可见这个新骗局的杀伤力惊人。以前我们总觉得只要把钞票存进银行就万无一失，再也不怕遭小偷。手机支付和线上转账普及后，大家出门甚至都不带现金，一门心思相信银行账户就是最安全的钱包。但是随着时代进步，骗子的手段也跟着升级迭代。既然我们不带现金在身上了，他们就把目光转向我们账户里的存款，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来钻空子。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招数，一不注意，辛苦存下的积蓄也可能转眼成空。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提醒家人朋友，别让自己的积蓄一夕之间被骗光。试想一下，如果有那么一天，你打开手机 App 查看银行余额，突然发现账户里莫名多出了一笔钱，正当你一头雾水时，一通陌生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的人焦急万分，声称自己一时粗心，把钱误转到了你的户头，现在正急得团团转，恳求你行行好，帮忙把钱转回去。也许你的第一反应是惊喜交加，账户里凭空多出的钱会不会是老天掉下来的礼物？然而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劲，天上哪会白白掉馅饼？这笔钱到底从哪里来？正当你百思不解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把你从疑惑中拉回现实。对方甚至在电话里声泪俱下，说这笔钱是救命的医疗费，转错账可把他给害惨了。家人生病急需用钱，如果是你听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多数人出于同情和善意，恐怕立刻就会心软答应吧。毕竟谁都有可能一时不察转错账，遇到他人急需用钱，能够物归原主，帮人解围，也是积德行善的一件事。而且如果钱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不还给人家，说不定还会惹上法律麻烦。没错，在法律上，平白无故得到一笔不属于你的钱财却不归还，可能被认定为不当得利，甚至有些骗子还会在电话里语带恐吓，暗示你不还钱就是侵占别人财物，要对你报警提告。面对这种指责，许多人更是心生怯意，只想赶快把钱还出去，好撇清关系。正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这样道德和法律意识，骗子们才会利用人们这份善良与守法的心，精心设计出这样一个圈套。这类骗局也被警方称作错账退还诈骗或冒名贷款诈骗，属于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新花样。这个圈套究竟有多高明？让我们拆开来看看。第一步，骗子会想办法让你的银行账户突然多出一笔钱，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没有你的提款卡和密码，他们是怎么做到往你户头里存钱的呢？原来骗子早就盯上了你的个人资料。现在网络世界资讯泄露严重，我们的姓名、身份证字号、电话等个资很可能早已在不法集团手中。骗子利用非法取得的你的个资，冒充你的身份，在网络上申请了一笔小额贷款。由于现在许多网贷或信用贷款平台审核宽松，而且是直接把款项转入申请人，也就是你的银行账户，所以不需要经过你同意，钱就已经进了你的户头。换句话说，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背上了一笔贷款债务，而贷款金额此时正安安稳稳地躺在你的存款账户中。骗子如何取得你的个人资料呢？可能是透过暗网购买资料库泄露的资讯，也可能是假冒客服、网络钓鱼取得你的身份细节。当今社会资料外泄事件频传，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甚至银行账号都可能已经在黑市上明码标价。一旦骗子掌握这些资讯，就能冒充你去进行各种金融操作。而许多线上贷款平台为了争取客户审核速度极快，几分钟就能放款。骗子正是利用这点，只要资料看起来齐全，他们足不出户，点点手机就能替你申请到一笔贷款下来。也许你从未想过借钱会这么容易，容易到你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钱就被借走了。事实上，只要仔细查看转账通知或网银明细，
往往就能找到线索。例如，汇款人的账户名称是某某小额贷款公司，或是在交易备注中出现贷款、借款字样，这就明显不寻常。必要时，可以亲自到银行请行员协助调阅款项来源的详细资讯。接下来就是骗局的第二步，骗子立刻化身为粗心转错账的可怜人，主动联系你要求退款。由于钱确实已经到了你的账上，这时如果接到对方电话或讯息声称转错了，你很容易就相信对方的说辞，更何况骗子深谙人性，他们通常会编造一个紧急又可怜的理由来催促你。例如，声称家中长辈突然重病，急需这笔钱动手术，才会匆忙之中转错账，又或者假扮成焦急的年轻人，哭喊着说那是给亲人治病或缴学费的救命钱，恳求您行好，尽快返还。不少善良的民众听到这样的故事，往往心一软，立刻就按照对方提供的账号把钱原封不动转了回去，以为这样就帮助了别人渡过难关。然而最可怕的第三步这时才悄悄展开。钱转出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会接到贷款公司的催缴电话，或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信箱收到银行寄来的催款单，这才大梦初醒。原来之前户头多出来的那笔钱根本不是什么陌生人转错的款项，而是一笔以你的名义借下的贷款，而你所谓归还给失主的钱，其实是直接汇进了骗子的口袋。等到贷款到期，你才发现自己莫名欠下债务，不仅本金要还，还得支付利息。此时再联系当初那个求你还钱的人，早已人间蒸发，电话微信统统联系不上。原来你帮助的根本不是什么粗心的陌生人，而是一个精心策划诈骗的骗子。这种利用人性善良的把戏，实在是令人拍案称奇，又后怕不已。别以为这只是理论上的骗局，现实生活中已有多人中招，损失金额从数千元到数百万元不等。这显示此种诈骗手法正在各地疯传蔓延，绝非耸人听闻。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中几个典型案例。就在不久前，真有受害者陷入了这样圈套。一位大学生小李，有天突然收到银行简讯通知，说他的账户存入了8000元。他正纳闷哪来的钱，紧接着就接到一通陌生男子的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家公司职员，声称在转账支付一笔货款时，不小心填错了账号，误将公司款项转到了小李的户头。对方在电话里态度诚恳又着急，说公司财务如果少了，这笔钱无法交代，几乎要跪地恳求小李看在他工作不易的份上，赶紧把钱还给公司，否则他饭碗不保。小李想着反正钱不是自己的，帮人解围是好事一桩，就二话不说，按照对方提供的公司账户把8000元转了回去。当时电话一挂，小李还暗自庆幸自己做了件好事，丝毫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结果过了半个月，小李忽然接到一家网贷平台打来的电话，提醒他所借的8000元已到还款期限，加上利息需要偿还8000多元。小李这才如遭雷击，整个人都懵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根本没借过钱啊，怎么平白多了一笔贷款还到期了。他反复向对方强调一定是搞错了，但对方报出他的姓名、身份证字号，甚至准确说出款项汇入他的哪家银行账户，证据摆在眼前，小李终于不得不信。他在惶恐中报了警，警方也告诉他，这正是一桩最新形态的诈骗案件。小李回想整个过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所谓误转进他户头的钱，就是骗子盗用他身份资讯带来的款项。对方演戏演全套，先把钱带给他，再装成打错款的可怜人，骗他转走。他一心行善，哪里想到竟是替骗子背了债。像小李这样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又富有同情心，往往很容易成为这种新型骗局的猎物。不只是个人，连公司行号也险些中招过类似骗局。广州有一间小公司的会计小王，有天查看公司对公账户时，发现账上多出来50万款项，来源不明。正在不知所措时，小王接到一名陌生女子的电话，对方声称自己的亲戚生重病，急需钱，情急之下把50万元医疗费误汇到他们公司账户了，希望小王看在病人命在旦夕，发发慈悲，赶紧把钱汇回去，还是一再保证可以写切结书，日后绝不追究公司任何责任。
那女子声音听起来既慌张又虚弱，还表示可以把病危通知书等证明传真给公司，只求对方帮忙解围。小王听他说的可怜，心想钱既然不属于公司，当然该物归原主，于是赶紧请示老板准备转账。所幸就在最后关头，老板沉吟片刻，总觉得此事蹊跷，素昧平生的人竟会把巨款误会进来，对方一口一个救命，却又愿意签切结书不追究，未免太不合常理。于是老板决定谨慎起见，先联络银行查明这50万的来源。银行一查吓了一跳，这50万居然是以该公司名义申请的贷款款项，但公司从头到尾根本没有在任何管道办过贷款。发现事情不对，小王和老板立刻报警，成功阻止了一场巨额诈骗的发生。这次教训让公司上下后怕不已，也更加牢记凡遇款项异常，一定要提高警觉，绝不轻易依照对方指示转账汇款。看到这里，你是否感到背脊发凉？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真的是存钱也会出事，银行存款不再安全了吗？其实钱本身还是安安静静躺在银行没少一分，只不过骗子绕过了我们的戒心，把我们当成提款机，亲手把钱奉上。这种骗局为什么如此高明，以至于许多人一不留神就上当？它厉害就厉害在，骗子完全不需要偷你的银行卡，不需要窃取你的密码或 OTP 动态验证码，也不必假冒银行客服套问个资，就能让你心甘情愿地把钱送到他手上。整个过程中，钱是你亲手转出去的，所以即便事后报警，也可能因为是自愿转账而增加追回难度。相比传统的网络钓鱼或木马骇客盗取账号，这种手法几乎无技术含量，全靠人性的弱点来借刀杀人。说穿了，这就是一场高明的社交工程骗局，专门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达到骗财目的。而越是防备心不强、为人热心善良的人，反而越容易成为受害者。有心理专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利他心陷阱，因为受害者自以为是，在助人为善，心理防线最为松懈。骗子正是利用人们行善时的成就感与同情心引诱其上钩。简单说，好心人反而更容易被坏人利用，听来讽刺，却是不争的事实。老人家，尤其是骗子的首要目标之一，警方也不断提醒，长辈一旦受骗，往往就是一生积蓄的重大损失，务必要特别当心。根据最近的诈骗案件统计资料显示，在这类涉及银行存款的骗局中，中高年龄层上当受骗的比例远高于年轻族群。这是为什么呢？首先，长辈们大多存了一辈子钱，养老金积蓄都放在银行，自以为钱在银行很安全，对新型网络骗局的警觉性较低。他们经常相信，只要卡在自己手上，密码不告诉别人，钱就不会凭空消失。却没想到，骗子已经不走传统入侵账户的老路，而是绕过技术防线，专攻他们善良淳朴、重情重义的弱点。其次，长者普遍法律和金融知识有限，听到不当得利可能犯法这样的话，往往吓得赶紧把钱奉还，生怕牵扯法律责任。此外，许多长辈心软仁慈，对于电话那头声称晚辈生病、家人出事的求助，几乎无法不动恻隐之心。骗子正是利用这点，用苦情戏码来迷惑长者。也有一些长辈自恃见过世面，觉得诈骗手法都听过，不会上当，因此反而对新花样缺乏防心，一时大意就中了圈套。曾经就有一位独居的李奶奶险些中了招。某天，她接到一名女子的电话，对方哽咽着自称是李奶奶老家邻居的女儿，哭着说母亲病危，急需手术费，可自己一时大意转错账，希望李奶奶帮帮忙，把误汇到她户头的5万元汇回去救命。电话那头的女子声音听起来似曾相识，亲热地喊着李奶奶的小名，让她深信对方真是老家邻居的女儿。李奶奶一听对方报出老家邻居的名字，又哭得那么伤心，当时就信以为真。她挂了电话后，来不及多想，颤抖着从抽屉里拿出存折和提款卡，一心只想赶紧把钱汇过去救人。李奶奶住处离银行不远，但她年纪大，腿脚不好，仍然急急忙忙拄着拐杖出门。一路上她心跳加速，脑中只惦记着邻居的安危，完全没有怀疑电话的真假。她虽然年近70，
人硬撑着跑到银行，准备把钱转出去，发现李奶奶神色慌乱，不知所措地翻着小纸条找对方账号。柜台行员主动上前询问，李奶奶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有邻居生病急需用钱，钱误会到她这里，要赶紧还回去救命。银行人员一听情况不对，马上警觉起来，一边安抚她别急，一边暗中通知主管报警。警察到场后确认电话是诈骗，这才让李奶奶惊觉，原来差点就落入骗局。事后她想到自己险些把积蓄白白送人，吓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银行人员机警，如此巨款恐怕转出去就拿不回来了。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李奶奶那样幸运地被及时拦下。媒体曾报道过一起让人心疼的案例，一位70多岁的林姓老伯，多年节俭存下的养老金全放在银行。有天他收到通知，账户里突然多了一笔20万元的款项。紧接着自称银行员工的人来电表示，林伯伯的账户可能涉及诈骗资金，要他配合将这笔可疑款项转出到一个安全账户接受调查。林伯伯一听牵涉到刑案，吓得六神无主，对方又三番两次催促他立即操作，不然账户会被冻结。慌乱之下，他按照对方指示，在 ATM 上把20万元分几次转到了指定账号。直到隔天儿子上门探望，林伯伯提起此事，儿子惊觉不对劲，连忙带父亲到银行和警局报案。此时那笔钱早已被人领走，挥霍一空。而更让人焦虑的是，警方调查发现，这20万居然是一家网贷放款给林伯伯的借款。林伯伯霎时背上了债务，而他月领的微薄退休金根本无力偿还这笔欠款。老人家得知真相后，又气又悔，自责地说自己一辈子省吃俭用，没想到老糊涂一次就把所有积蓄奉送给了骗子，还欠下一身债。所幸在家人协助和警方介入下，他正在与贷款公司交涉，争取减免责任。但这昂贵的教训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除了上述利用错误转账为幌子的手法之外，诈骗集团近年来围绕银行存款还玩出了不少变化球。例如，有骗子会冒充公检法人员，打电话给民众，声称其银行账户涉及刑案或不法资金，要求配合调查，甚至要受害人将存款转移到一个安全账户以供监管。很多人一听到警方、检察官就吓坏了，殊不知真正的司法机关从不会透过电话要求转账。这其实又是老掉牙却仍然有人中招的骗局。举个例子，去年有位陈女士接到一通自称是检察官助理的电话，对方语气严肃地说，陈女士的银行账户涉嫌一起重大洗钱案，需要将资金冻结调查。陈女士大惊失色，连忙解释自己从没做过违法的事。对方随即表示，若要证明清白，就必须配合将存款转到安全账户，并提供网络银行密码供监管。陈女士被唬得团团转，一心只想澄清嫌疑，结果真的按照电话指示把存款转到了对方提供的账号，还把自己的网银账号密码告诉了对方的技术人员。几天后，他登录网银查看时，发现账户里上千万的积蓄已经被提领一空，才知道遭遇了假冒公务员的诈骗。这类假警察、假调查官的手法已经流行10多年，但每年仍有不少人着了道。长者尤其容易被官帽唬住而乱了方寸，还有一些技术流的诈骗手法也让人防不胜防。譬如不法分子会在 ATM 提款机上做手脚，常见伎俩包括在插卡槽装上薄薄的读卡装置，在出钞口或退卡口安装异物让卡片卡住，甚至贴上假的故障公告和客服电话。你一旦拨打那假客服电话，骗子便会装模作样指导你操作，套出你的金融卡资讯和密码。他们可能安装隐藏摄影机来窃取你的密码，同时在图卡口装设卡片固定夹，使你的金融卡在交易完成后卡在机器里吐不出来。当你慌乱离开寻求协助时，骗子趁机把卡取走，接着用偷录到的密码提走你账户里的钱。真的有长辈在 ATM 提领退休金时被偷天换日的案例。高雄一名75岁的李老先生某天到提款机领钱，画面突然跳出一行字，机器故障，请重插卡。他依言再插卡，结果卡片卡住不吐回。李老先生一急四下张望，这时一个热心陌生年轻人凑上前假意帮忙，
让他赶紧去隔壁分行请工作人员来处理。李老先生前脚刚走，这年轻人就迅速将 ATM 上装设的卡片固定夹取下，轻松取出李老先生的卡，直接用先前偷看的密码把他账户里的80万积蓄提了出来。等李老先生请来行员，卡已不翼而飞，他的血汗钱也被洗劫一空。像这样在 ATM 动手脚的犯罪手法，被称为吞卡诈骗，已经让不少疏于防范的人财两失。如果在公共场所连上陌生的 Wi-Fi 热点，登录网络银行时，也可能被骇客拦截资讯，导致账户密码泄露，存款被不法转走。不法之徒甚至会利用人工智慧变身技术，伪装成你的亲友，打电话向你借钱，或声称转错账，让你防不胜防。国外就曾发生案例，一名男子接到好友打来的电话，求急用钱，声音一模一样。他汇钱后才发现，根本不是本人，而是 AI 模仿的。可见，在这资讯科技发达的时代，骗子的手段也与时俱进，无孔不入。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诡计，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血汗钱呢？以下几项防诈要点，千万牢记在心。首先，如果发现自己的账户里突然多出一笔来路不明的款项，绝对不要急着按照任何人的指示转账退款。正确的做法是先通知银行说明情况，请求银行协助查明款项来源，同时也可以选择报警备案，让警方知情。在未搞清楚真相之前，不要轻易透过电话或简讯就相信陌生人的身份。银行或警方核实后，若确实是他人误转的款项，到时在民警或银行人员的见证下办理退款，才能保障自身安全。千万不要私下自行将钱转到陌生账户，否则一旦遇上诈骗，钱款很可能就此石沉大海。此外，不明来历的资金还可能牵扯刑事案件或洗钱活动，贸然处理反而让自己陷入麻烦。若不幸真的上当受骗，也请务必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同时保留好相关转账记录、通话讯息等证据。警方虽然未必能马上追回款项，但至少可以立案调查，有机会冻结尚未转移的资金，或协助你与贷款机构交涉，减轻债务压力。千万不可因为羞愧或害怕就默不作声，让骗子逍遥法外。其次，平时要做好个人资讯的保护，自己的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手机号等重要资料，不要随便在不明网站上输入或提供给他人。有些看似普通的问卷调查、简讯连结，其实可能是在套取你的个资。近年来，不少大型网站资料库外泄，波及数以百万计用户，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所以，提高资讯安全意识非常重要。一旦个资外泄，骗子就可能钻空子，利用你的名义办贷款或申办信用卡，给你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再次，一定要谨记，任何来路不明的来电，只要一提到钱，一律提高警觉。无论对方自称哪个单位，只要叫你转账、汇款、提供验证码或透露密码，就几乎可以判定是骗局无疑。尤其是那些打着公家机关旗号要求清查资产或协助调查的电话，更要第一时间挂断，然后自行拨打官方公布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该机关的对外联络电话核实真伪。切记，真正的警察或检调办案不会要求你提供网银密码，也不可能叫你把钱转走。还有，在 ATM 提款时也要多留心，若发现提款机有异常装置，例如插卡口或出钞口有可疑部件，或萤幕出现奇怪的提示讯息，例如要求您反复重新插卡等，应立即停止操作并通知银行。输入密码时要用另一只手遮挡，防范旁人或摄影机偷窥。最重要的是，养成多问一句、多查一下的习惯。骗局之所以得逞，往往在于受害者缺乏验证就轻信对方。我们不妨在关键时刻慢下来，找家人或朋友商量一下，或者直接询问银行和警方。像前面提到的小王老板，正是因为多问了一句50万元从哪里来，才让今天骗局露出马脚。而广州的罗先生在收到陌生款项时，也是因为机警地上网查询，发现不少类似诈骗案例，立即选择报警处理，才成功守住自己的钱。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大家变得冷漠无情，该帮助的人还是要帮，
只是一定要确保对方身份可靠，款项来源无误。如果真有人不慎转错账，完全可以透过银行正式管道来联系处理，而不是私下打电话来催你转账。一旦遇到对方要求私下转钱了事的情况，就要特别提高警惕。总而言之，骗术天天在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最终都是想骗走你的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警惕，多长个心眼。记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于那些突然从天而降的好处，我们更要提高警觉，免得贪小便宜吃大亏。账户里无缘无故多出来的钱，可不一定是天降横财，很可能是天降陷阱。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观念告诉身边的长辈亲友，让大家都提高防诈意识，那么骗子就没有那么容易得逞。毕竟守护财产安全，没有谁比我们自己更上心。只要大家都能绷紧神经，不断学习最新的防诈骗知识，骗子就再也无机可乘。希望下次再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10个人里头有10个都能及时识破骗局，保住自己的血汗钱。我们共同努力，别再让辛辛苦苦存下的钱转眼间被骗得一干二净了。各位观众，赶紧将今天分享的这些防诈知识告诉身边的父母、长辈和亲朋好友吧，让更多人提高警觉，免得落入骗局。尤其针对家中长辈，我们更要反复叮嘱几件事。第一，遇到陌生来电，只要提到钱字，就要特别小心，不要轻信对方的身份。第二，无论对方怎么催促，都应该先挂掉电话，打给子女或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情况。第三，任何要求保密，不让告诉家人的说法，一律是不怀好意，不要理会。长辈们只要记住慢一步，多问一句的原则，就能大大降低受骗风险。我们也不需要因噎废食，因为怕被骗就从此变得冷漠不近人情。善良本是美德，只是还需要多一分智慧来保护。未来当我们在遇到类似的求助时，记得先冷静想一想，查一查。这样一来，我们既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不会让不怀好意的骗徒有机可乘。最后奉劝一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让我们一起擦亮双眼，守护亲友的财产安全，不给骗子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即使未来诈骗手法如病毒般变种出千奇百怪的花样，只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学习最新的防诈知识，就能让骗子无计可施，守住自己的财富。